什么仅凭这个片段便足以看出孟川此行驰援两界岛之旅，最可怕的或许并不是与妖族浴血奋战，而是两界岛之内以千木为首的保守派，那自诩正义凛然的道义裹挟呢？永恒时空裂缝共有22道，而我大越地界足占了10道。如今大越一息尚存，完全是因为师尊一个人抗死所以孟川大人您是我大越的救世主。救孟川大人，救我两界岛！看完《苍元图》第88集之后，再结合先前徐应物与千木之间的对话，博主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如今两界岛内身为画师人的徐应物，应该是被自己的师弟千木给架空了，或者说此人是一直在违背师兄的意愿。首先，咱们先看一下87集的这段对话：海上的子民都安全撤离了吗？今天最后一批，应该也被张纯他们转移出去了。那就好。注意看这里千木的眼神，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且是有所隐瞒的。而事实证明，那些海民要不是有着孟川的及时赶来，他们恐怕是将当做弃子的给抛弃了。通过这，我们不难推测出，自从妖族大举入侵苍元界以来，身为造化境尊者的徐应物一直都是身在战争的最前线，分身乏术的他便把保护大越普通子民的任务全交给了千木负责妥善处理。先前博主还一直跟孟川一样很好奇，那就是两界岛的神尊怎么都是一些不战而逃的瓜怂呢？要知道战场之上的纪律可是格外森严，按理来说，你即便是当了逃兵，后面也定难躲过高层的追查，从而难逃一死。而专门负责此事的千木对此自是不可能毫不知情的。有意思的是，这个前来接引孟川的神尊周武，正是先前孟川刚进入大越境内时逃跑的那个神尊。此人隶属于长老张纯所管，而张纯又直接听命于千木，因此千木的理念便是为了与妖族战斗，没必要为了一些普通子民去牺牲仅剩不多的神尊战力。即便当时孟川看到时空之环，寻找到妖王本体，斩灭相柳后，徐应物还特意询问他是如何看待孟川的。此人也仅是说了一句会带来变化，并嘱咐让师兄多保证身体，其言外之意便是孟川或许能够侥幸获胜这一次，但接下来的数位妖王以及10道时空裂缝呢？所以这阻挡妖族入侵的大计还得全部仰仗着师兄您呢。毕竟当时孟川的那场战斗被梅园之所屏蔽了，千木并不将宝压在孟川身上也在情理之中，加上妖族先前还以擒拿孟川便退兵100年的计谋，让的人族以此出现间隙。即便像袁初山这样不是被入侵很太严重的势力，都是让了几位天下七王有所动摇，更何况是战局最为惨烈的两界岛了。再者，从下集预告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孟川又戴花圈，又是被塑以雕像，甚至原本高高在上的两界岛长老都志在必得的认为孟川是他两界岛的大救星。如果仅是凭借孟川斩杀了相柳，便认为孟川能够凭借一己之力牵制住剩下的所有妖王，这个解释未免有些也太过牵强了。即便要上，也是大家一起上，而指望这些贪生怕死的长老们上战场又怎么可能呢？毕竟大越子民遇难时，他们可是跑得比谁都快啊！因此，凭借目前的孟川绝对能够挽救两界岛的方法，就只有将其交给妖族，换得100年和平的这一条路了。而这背后定然有着保守派千木的推波助澜，否则仅凭一些歪瓜裂枣们又怎么有如此凝聚力？就是不知道时徐应物又该会以怎样的方式为孟川解围了呀？